大将军三思，我军骑兵若驰援凉台，正面的阔阔若有异动，我军将困守大营，请大将军三思。请大将军三思。大将军三思。这是军令。末将领命。 猿人只是在周围来回打转，将军一到，他们马上就撤走了。围而不攻，虚张声势。上当了。快去请大将军。是，快。 本王真想给徐达留一坛子酒啊！大王若是想送，末将这就去办。我看你是看戏文多了吧？撤军！撤军！ 何族说连日大雨，前面的土坝子塌陷，河道堵了。那还不从速疏浚？我们这是去北平的军粮，再有10日就误期了。雨太大了，上不了工啊，须得等雨停了，地方上的老爷才能征募民夫下河清淤，少说也要等上3、5个月。大将军的军令，1个时辰都等不得，3、5个月，那时候我们都是死人了。那该怎么办呀？ 兄弟们都加把劲儿，来加把劲儿啊！好，来，给你，这，一会儿给我。等这批粮食今天入了库，这个冬天我们就不愁粮食吃了。加把劲儿啊！都是快点，来。猿人来了！猿人来了！猿人来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 传令下去，召集所有的兵丁，精壮的编成军，老弱的送回北平。再有，屯田来不及收割的尽数焚毁。北平全城戒严，派精兵把守城门和各个要道。口令1日3换，凡是擅自闯入者，立斩。是。慢。传令下去，卫所军士，凡父子兄弟聚在军中者，许其择一人为戍北平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 。
将军，大将军，铁骨狼牙，袁仁军那边能用得了这种剑的，也只有阔阔的贴身侍卫。走。去，去。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王志，见过大将军。免礼。王参政，大将军，你是管督粮道的。本将军问你，这城里的粮食还够支撑几个月？回大将军，若按诸位3分戍守、7分屯田的规矩，原本还够6月之用。如今袁人进犯，按照大将军的军令，已有数万屯兵改为戍卒，日常衣食都得按战时备用。要是漕粮再运不过来，再过3个月，城中仓廪就要见底了。王参政，大将军，现在那些空着的粮仓，要派人打扫、维护、养护好。不要因为没有粮食就把它荒废了。过些日子，南边的粮食就到了。如果粮仓出现纰漏，本帅可要唯你是问了。是。可，大将军，南边的粮食漕运不是断了吗？这是军务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回将军，江南的粮到北平，若是走不了漕运，便只能走陆路。陆路、水路损耗不同，粮食到了之后，晾晒的日子也不同。下官若是不问清楚，又如何接粮呢？朝廷下诏了。令山东、河南数省改由陆路运粮食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哎，快请起。大将军，八面威风。大将军，请。请，恭请大将军凯旋！恭请大将军凯旋！胡相，这畜生不懂事，冲撞了胡大人。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胡大人不会跟我这一介武夫计较吧？不爱不爱，长兴侯，要我说，都怨这个畜生啊！这平时骑在胯下东西，今天还想骑在人的头上。二位侯爷，胡某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话说，有屁就。胡相，请说。请，太子请，请。哎呀，来，这折煞老臣了。日中则仄，月盈则时啊！天地盈虚，以是消息，而况乎人乎？世间之事，善始不易，善终犹难。这是千古不易之理呀！还望二位谨记。谢谢胡相，令们受教了。啊！
制曰：有制。制曰：今册魏国公徐达长女妙云为燕王妃，命卿等持节行礼。拜。跪，拜，拜，拜，兴，有志，俯伏。跪，宣策。奉天承运，皇帝制曰：朕闻自古帝王慎俭淑德，以乡内政，兹尔徐氏，乃魏国公徐达之女也。孝敬性成，淑仪素著。今以册宝，立尔为燕王妃。其上宏姿孝养，克赞恭勤，冒本之义业之修，左宗庙为心之祀，亲哉！受册。臣女徐妙云，谢陛下隆恩。拜。兴。礼成。哎，永嘉侯，哎，来，这胡相，冯大哥和弟兄们让老朱过来，就问你一句话：你让咱兄弟们做的那些事儿，请罪也好，退田也好，弟兄们都做了。可你答应冯大哥和我们兄弟的事儿，啥时候才能兑现啊？那件事情还是要稍安勿躁啊。说。胡相，就算从耿大哥、傅大哥从北边回来的日子算起，都几个月了啊！弟兄们可是听了你的劝才向陛下低的头，你可不能。永嘉侯，本相要是不提醒你们，你们敢向陛下不低头吗？我，哎，好，快落座，落座说。那可不一定啊。北边还有个王宝宝，南边、西边，陛下用得着我们兄弟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哎，胡相，永嘉侯。就凭你刚才这句话，涂大人就可以揍你一个挟公自傲、藐视朝纲之法。你少给我砸黑砖啊！老朱和弟兄们的爵位都是自己一刀一枪挣出来的，
陛下要是打仗，离不开我们这帮老弟兄。永嘉侯，本相愿意跟你打一个赌，不出1年，陛下就会让3王就藩接掌军务。哎，永嘉侯，快落座，快落座。陛下现在就想让皇子们接掌军务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有什么如何是好啊？你回去以后，给宋国公和那些王侯带句话，一切事情稍安勿躁，陛下让你们怎么做，各位就怎么做。不出1年，本相答应过你们的事情，自然会兑现。胡相，您说这永嘉侯和宋国公他们会不会？你是担心他们怕了陛下，从今以后，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了，是吗？可毕竟皇上已经对他们不是网开一面了吗？网开一面？你觉得那面铁榜上有“初犯免罪”4个字，陛下对他们就会是高高的抬起，轻轻的放下？这，涂大人呐，你醒醒吧！陛下为什么贴出了一张铁榜？那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初犯免罪，可2犯、3犯，便要免官、削爵、流放、杀头。陛下这是在告诉天下的人，那些王公的免死铁券废了。这，不管用了。胡相。陛下其人呐，严刚有足，宽仁不够啊！你指望这样的皇上念你昔日的功劳恩情，那就是与虎谋皮。你以为朱亮祖是到我府上叫账的吗？是冯生让他来的，是让他试探我还愿不愿意留在他们这条船上。朱亮祖只是一介武夫，但冯胜、傅有德他们是一群难得的聪明人，他们知道，陛下暂时没有对他们动手，但是会对他们一直不会动手吗？所以他们要更加的抱团，让船上所有的人都不能下船，还要拉更多的人上船。唯有如此，陛下才能投鼠忌器，他们才能苟慢一时啊！既然大人想得这么明白，那当初为何还要趟这趟浑水？冯胜他们要自保，本相何尝不想自保啊？你们几个动作麻利点。哎，好，好，小心点，来一块，把它摆齐了，走，慢点，用力，能不能小心点？慢慢，好，轻点放啊。把那边也弄一下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进来呀！小心点，慢点。再往那边。山水相依，共度朝夕；树木相依，同享行同路和亲之礼。你我相聚，互赠醉意，天地生趣，惺惺相惜。红颜故里，不羡鸳鸯甜蜜。
落日留余晖，陪伴今朝也不美。你我同饮一江水，在每一个山顶相会。来日艳阳灯辉，复位，拜，你我必不醉不兴，在每一处风景拜，陶醉。兴，平身，至位，参拜旧姑，跪，拜，兴，拜，每一处风景兴，陶拜，兴，敬早立，平平安安，早立贵子。四哥在哪儿？我要找四哥。看好他，四哥，再乱跑，给我绑起来！皇上驾到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怎么来了？你呢？你不好好在东宫待着，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儿臣，父皇，老四是儿子带大的。他小的时候就跟老十儿现在一样，总缠着儿子。他每次来找我，从来不等通报完毕，就自个儿闯进来了。都12年了，不管是在吴王府，还是在宫里头，我们两兄弟总是在同一个屋檐下。可如今，儿臣再想见他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儿子们都长大了，能帮着朕做事情了。可一个一个的也要离开朕了。父皇，老大，朕跟你说过的，咱们家原来定的是金户，年年给衙门交金子。可金子就是再多也有采完的那一天，可衙门不管这个，到了日子就上门追讨。咱们家没办法，只能从老家逃了出来，到外地给田主家开荒，辛苦几年，刚把一块地伺候熟了，寻思着能过几天好日子了吧？田主就要加租子，1年加2年加，年年都加，直到加的把咱们家待不下去了，就接着逃荒，就接着给人家开荒地，然后就是再加租子，然后就是再逃荒。你爷爷你奶奶忙碌了一辈子，死的时候咱们家连口棺材都拿不出来。我和你伯伯到那个刘财主家门前跪了整整1夜，求他能赏一块，就能赏这么大一块地方吧？啊，怎么也得让你爷爷你奶奶有个安身的地方。可就这么点地他都不肯。你徐叔叔说得好，粮食田土，老百姓的命。老百姓没有自己的田，那就是跟咱们家当初一样，给大户人家当佃户，辛苦劳累1年，吃不上几顿饱饭，死了连块埋骨头的地也买不起。占了1户的地，就是害了一家的命。
朕去过历代的地方庙，从祖龙到你老子，你数数看吧。啊，开国的皇帝换了多少？为什么要改朝换代？不就是因为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吗？朕不想为难自己的老弟兄，可朕更不该为难天下的老百姓，所以啊，朕就是再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们，也得把他们丢出去，让他们看看民间的疾苦，也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守业不易，守成忧难。将来好帮着你守好这大明的江山。父皇，再过个把时辰，老四那小子就要入洞房了吧？他做的那些事儿，我看这洞房没那么好圆。哼。王妃，这枕头被子是什么意思？请殿下用寝。你让我睡地上？王妃，今天可是我们的大喜日子，你难道不向本王行中宫之礼吗？今日是燕王与燕王妃的大喜之日，却不是殿下和臣妾的结发之日。什么意思？殿下真的想娶臣妾吗？殿下若真的想娶臣妾，那当日就不会逃婚，之后更不会登府拒婚。殿下娶臣妾，不过是因为殿下是大明的皇子亲王，必须迎娶陛下为殿下选定的王妃。殿下自己又何尝曾把臣妾当成过自己的妻子呢？所以你才让我睡地上。既然殿下根本就没有把臣妾当成自己的妻子，那臣妾自然也不必把殿下当成自己的丈夫。等殿下何时把臣妾当成自己真正的妻子时，那时臣妾自会侍奉朕妻。要是我不答应，那臣妾便只能怪自己看错了人了。殿下若是要用强，那臣妾也毫无办法。毕竟这里不是玄武湖的中军大帐，打不了殿下40大棍。
心吧，殿下。臣妾当时并没有看到殿下在军棍下威武不屈的样子，只不过臣妾当时听说殿下在喊要北征，不取女诸生。说起来，臣妾刚刚还跟殿下少算了这一笔账。对，军棍，没错，我承认，我是逃了婚，没错。可大将军，啊不，岳丈大人，也打了我40军棍，这事儿算扯平了。殿下是欺臣妾无知吗？臣妾没记错的话，殿下挨那40军棍，是打的冒名投军之罪吧？殿下，您是皇子，是亲王，便是这么敢做不敢当吗？殿下，还有一事要劳烦您。你说，请殿下帮臣妾摘掉我这头上的凤冠。殿下，该去朝见父皇母后了。请殿下更衣。来人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制曰：北元虎视，寄于朔方。北平天下所愿，兵家必争之地也。今令魏国公徐达出镇北平，择日启程。令秦、晋、燕3王赴凤阳演武，以备就藩。凤阳龙兴之地，今哀鸿遍野，怨声载道，朕之痛甚。令御史中丞屠杰赴凤阳，主持勋贵清退田产之事，以正视听，亲哉！陈留基有本启奏。说。启禀陛下，臣缠绵病榻，久不理事，不能替陛下分忧，此乃臣之不孝。兰台为国之要津，不能空悬日久，故
臣请辞御史中丞一职，告老还乡，望陛下准允。朕当年倾力招揽的4位浙东夫子，叶琛先生走得最早，张毅先生洪武2年去世，宋濂先生头几年就养老归乡了。如今，刘夫子也要走了。父皇，老大在。你和老四替朕跑一趟诚义伯府，告诉刘夫子，你就说朕谢谢他。儿臣领旨。太子殿下，哎，请。请。好，太子殿下，我这府里面日日煎药，满是妖气，怕不恭敬，我们就在这里说话吧。好，太子殿下、燕王殿下，请。请。先生归乡后，还请安心容养，总有起复之日的。太子殿下，恐怕陛下让你带来的话不是这一句。先生还真知父皇肺腑啊！父皇要孤转告先生，他说谢谢先生了。臣与陛下相知20年，臣感恩陛下。太子殿下，请坐。燕王殿下，下面的话是老臣要跟太子殿下说的。先生请讲。陛下以为国之根本是民，臣不敢妄议。然司马氏善待读书人，衣冠南渡之后，才得以存半壁江山。赵宋养士100年，靖康之难之后，国脉才得以延续。所以臣以为，士大夫、读书人，这才是国之根本呐。多谢夫子提点，孤一定谨记。鸟在说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天下太平。好啊。夫子说，中书省是一口棺材，那如今您辞去了这个御史中丞，那御史台不也成了一口棺材了吗？刚才的话，听见了。夫子，刚才那位太子殿下，那可比小燕王老道的太多了。当今皇帝后继有人呐。
老四，刚刚刘先生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听懂了吗？刘先生说：“多谢父皇。”还有，父皇也说多谢先生。父皇谢先生什么？那先生又谢父皇什么？父皇谢先生20多年来的辅佐，先生谢父皇，让他荣归故里。先生那里算你说对了，父皇那里，你只对了一半。一半？父皇谢先生是20多年的君臣相知，先生看出来了，父皇对胡惟庸不放心，这才请辞。父皇对胡惟庸不放心，那为何要把中书和御史台都交给他？中书掌日常政务，兰台主纠合百官，中书省、御史台从来都是对头。父皇若是对胡惟庸放心，你想想看，又怎么会把这2个地方都交到他手里？父皇想知道胡惟庸是个什么心肝？正是如此，所以父皇才拔擢了屠杰为御史中丞，还让他去主持清退田亩一事。可御史中丞向来都是2人，若先生还在御史台，不管是屠杰还是胡惟庸，都会有几分忌惮。所以先生才在这个时候提出请辞。父皇怕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准先生请辞。这么说话，累不累？是累，老四。你要记住，所谓察其言，观其行，察其言可比观其行难上太多。有时候他想告诉你的，恰恰是他没有说出口；有时候他跟你说的，恰恰是他希望你以为事情就是这样。太累了，大哥。父皇这些年都是这么过的。那以后你，我还用以后吗？现在就是如此啊。哎呀，还好我不用当皇帝，要不然以后光猜这些就得累死个人。臭小子，这种话也能随便说？嘿嘿，好，不说不说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跟你说，开春了，过上几天，随姑出城，踏青去。踏青？周允文，你怎么这么调皮啊？大哥，四叔，我想骑马。四叔，允文，想骑马？好啊，你爷爷是个马上天子，你爹以后也是个马上皇帝，你呢，要当一个能文能武的好皇帝。雄鹰还不谢过四叔，谢谢四叔。乖。怎么，允文，你也想骑马？好啊，允文，想骑马跟四叔走，四叔带你骑马。好，别老整天读书，以后啊，又要骑马又得读书，长大了好好辅佐你大哥。殿下，殿下，允文身子骨太弱了，并且他生性喜静，这你就让他随四弟去吧。有时候不光只是读书，熟悉一下兵士马术也是好的，啊。带他溜一圈，把背挺起来。
老四干嘛呢？磨磨唧唧的，比比啊！教秀英骑马呢。走啊，老四，有日子没和你较量了。行啊，走啊，走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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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这老四也是一时心急，我们派人过去找到田主，陪他不就完了吗？你懂什么？争强好胜，马大青苗，这是小事吗？唉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啊！回宫。说好了，你要来看我的。可我现在还没回到青田老家，你就要先跑了。去哪儿啊？凤阳。凤阳。夫子啊，朱皇帝的经比和尚练得好啊。和尚要去皇觉寺挂单，再好好修修佛力。还是不死心啊！我不劝你了，我也劝不动你。此地一别，我祝你心想事不成。多谢夫子吉言啊！夫子也多多保重，就此告别。哎，夫子，保重。快洗手。哎，洗完手来吃我做的麻油豆腐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时候不早了，殿下饿了吧？快过来吃饭。好。哎，今天这菜怎么都这么素呀？陛下既然要殿下去做百户，殿下自然就要有个百户的样子。至于臣妾，殿下是亲王，臣妾便是王妃。殿下如今是百户，那臣妾就是殿下的百户妻。粗茶淡饭，不知道殿下会不会吃得不习惯？这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当初我跟着岳父打仗的时候，能有吃的就不错了。哎，我这次一去，恐怕要有些日子才能回来。你在京师，臣妾已向母后请了旨，这一回，臣妾与殿下同去。同去？嗯。
王妃，这次本王去凤阳，可是当一个屯田的小卒。你若同去，那又如何？臣妾刚说过了，殿下是百户，臣妾就做殿下的百户妻。既然是百户妻，那自然就要有个百户妻的样子。殿下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？臣妾斗胆问一句，殿下是不能讲，还是不想讲？不能。臣妾谢殿下。谢我？殿下若是不想告诉臣妾，那便是说，殿下仍将臣妾视作外人。殿下若是不能讲，那便是说，殿下已将臣妾视作自己的妻子。臣妾敏感五内。多谢王妃。快吃。掌武！哎，大人，这是你们百户所新来的百户朱四郎，你还跟原来一样，接着当你的总旗。大人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要生是百户的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该干嘛干嘛去。初来乍到，张总旗。给我走。请问这位兄台，燕王殿下，铁血。仅于亲军都指挥使司，是百户，丰阳府怀远县知县铁铉，参见指挥副使。快！这雨下的也太大了，掉下来！现在怎么办？那边有没有什么对策？快点！只能先等雨停了。快点！你先回去吧。好，抓紧！怎么又停了？回大人，河图说连日大雨，前面的土坝子塌陷，河道堵了。那还不从速疏浚？我们这是去北平的军粮，再有10日就误期了。雨太大了，上不了工啊，须得等雨停了，地方上的老爷才能征募民夫下河救淤，少说也要等上3、5个月。大将军的军令，1个时辰都等不得，3、5个月，那时候我们都是死人了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来，拿着。好，拿好。让我拿这个。快点啊！今年有粮食吃了。拿好。来，我拿这个。好。
兄弟们都加把劲儿，来加把劲儿啊！好，来，给你，这，一会儿给我。等这批粮食今天入了库，这个冬天我们就不愁粮食吃了。加把劲儿啊！动手快点，来。猿人来了！猿人了！猿人来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传令下去，召集所有的兵丁，精壮的编成军，老弱的送回北平。再有，屯田来不及收割的尽数焚毁。北平全城戒严，派精兵把守城门和各个要道。口令1日3换，凡是擅自闯入者，立斩。是。慢。传令下去，卫所军士，凡父子兄弟聚在军中者，许其择一人为戍北平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将军，大将军，铁骨狼牙，猿人军那边能用得了这种剑的，也只有阔阔的贴身侍卫。走。撤！撤！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王志，见过大将军。免礼。王参政，大将军，你是管督粮道的。本将军问你，这城里的粮食还够支撑几个月？回大将军，若按诸位3分戍守、7分屯田的规矩，原本还够6月之用。如今猿人进犯，按照大将军的军令，已有数万屯兵改为戍卒，日常衣食都得按战时备用。要是漕粮再运不过来，再过3个月，城中仓廪就要见底了。王参政，大将军，现在那些空着的粮仓，要派人打扫、维护、养护好。不要因为没有粮食就把它荒废了。过些日子，南边的粮食就到了。如果粮仓出现纰漏，本帅可要唯你是问了。是。
可，大将军，南边的粮食漕运不是断了吗？这是军务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回将军，江南的粮到北平，若是走不了漕运，便只能走陆路。陆路、水路损耗不同，粮食到了之后，晾晒的日子也不同。下官若是不问清楚，又如何接粮呢？朝廷下诏了，命山东、河南数省改由陆路运粮食。2月之内，南边的粮食就到了，你们这边就照此安排吧。是。给陛下上奏表吧。上奏表？是啊，昨天咱们刚刚说了，2个月之内就有粮食过来。缺那么大的牛皮，咱又圆不了，那不只能求救于陛下了。等等，齐天德，你少咱们的，空口画大饼的那是你，这事儿你少给我扯去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军缺粮的消息，估计现在早已经摆到阔阔的案头上。是啊，又是探马军司，不清楚，但我清楚，朝廷的底细，我军的虚实，阔阔他是了如指掌。本帅还清楚，再过2个月，如果没有粮草运过来，我军就有大麻烦了。陛下要孤今日过来，就是想问问诸位，北平的军粮什么时候才能运上去？禀殿下，朝廷刚经历了一场大战，勋贵们亏空的粮食也被陛下赏给了当地的百姓，再加上豁免钱粮，户部的20所粮仓已有15所见了底。刚刚运往北平国库的那一批粮食，已是京仓的最后一批存粮，朝廷一时半会儿拿不出粮食了。苏松那边，忽下，天下财富半出苏松，江南的税赋原本就重，既要贴补军屯，又要支应军需，那儿又是张士诚的旧地，如果再加赋，百姓运河呢？运河收运的怎么样了？禀殿下，运河淤塞已非一日，胡相10日前便已颁令，将送往北平的军粮改为赈粮，就地募集民夫，疏浚河道。可就算把所有的粮食都拿上，所募集的民工不过2万人，而要全部疏浚，当不下5万。朝廷若再拿不出钱粮，工部也难为无米之炊。王妃之前交代，说是平日里用的铜镜坏了，让我们留心。若是有上好的铜镜，便收了呈进来，请王妃品鉴。乌兰图雅，公主，赏他。是。赏。谢王妃，谢王妃。下去吧。你们也都下去吧。是。
番心血，总算没有白费。太好了，把明君尽数饿死才好。到时候大王会师南下，肯定所向披靡。早就不指望了，倒是你。以后这样的话少说些。这里毕竟是男人的京师，不是兄长的王帐。是。公主，查子来报，废去、陆仲亨还有蓝玉的府上，近来也都多出了些生面孔。算上废去和陆仲亨，在进宫侯的府邸里，就都已布上了这人的眼线。连蓝玉这种削了爵位的人都没放过，这人怎么神通广大的？皇城罗族，走马成寿，能如此行事的，在这南朝京畿，哪还有第二个人？进宫。驾。海别。有宋一代，黄承思就素遭诟病，恭进宿卫，刺探监察，权柄之重，臣僚侧目。你听说过检校吗？检校，你不知道也不奇怪，那是朱皇帝的探子团，咱们探马军司多年来的老对头。外则广布耳目，刺探群雄；内则窥视百官，察人阴私。朱皇帝几年前赐死的那个杨宪，当年便是检校的首脑。当年，那现在呢？朱皇帝登基前就把检校裁撤了。要当皇帝了，多少要比打天下时更在乎名声些。姑姑的意思是，朱皇帝是重设了检校。皇帝最不忍欺瞒。黄承思再糜烂残刻，也从未见废。懦弱如赵家天子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当今在上朱重八，从来就不是个对大臣放得下心的皇帝。那姑姑打算怎么做？烧了北平的军屯，对着大明朝不过借选之计。要成累卵之危，屯简之举，这颗君臣相宜的种子，不但要种下去，还要时常的松松土、浇浇水，让它早些抽芽才好。可这些日子，每天羁迷在这深宫之中，纵然有心，也实在难以施展开手脚。说你的办法。李景龙，李景龙，他回京后去了大都督府当值，参赞北县军务。可他毕竟是个外臣，招他入宫，还是要好好计较一番才好。其实也没那么麻烦。草原上的鹰，若是看到了地上的黄羊，那是每天都要来几次的。人也一样，心中有了惦念，总有按捺不住的时候。妹妹，见过姐姐。怎么没看见允文啊？读书去了。读书？刚才我在御马场见到了雄鹰，莫不是又跑了？没有，家父偶然微恙，便放了兄弟一天假。可也不能这么便宜了宇文呐。妹妹，秦王殿下那儿近来可有信来？信倒是常来，可那话说得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怎么
他说，陛下常说，皇家子弟要文武兼修，所以才让他去凤阳演武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，等将来我们有了子嗣，可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教育，千万不能被那些功臣子弟给比下去了。功臣子弟，曹国公世子李景龙文武兼资，是公侯里公认的新一代将种，又是咱们家里人，将来的秦王府世子，总不能连景龙也比不过吧？妹妹，快喝茶。你看这个做什么？臣妾是想看一看，然后再请父亲给雄鹰和宇文讲一讲。讲这个，你不是一直不让宇文习武的吗？殿下，臣妾是不让宇文习武，不是不让宇文知兵。说得好，不可习武，但不可不知兵。若是到了亲王都要拿剑自保的地步，那我大明朝……殿下慎言。你的主意啊，是好的，可你想过没有，岳丈大人学的是圣人之道，你让他教雄鹰允文兵法，那岂不是乱点鸳鸯谱？可惜啊，老四去了凤阳，不然的话，他是最好的人选。四弟，若是从自家亲戚中找，也不是没有别人。谁呀？殿下忘了，咱们家亲戚当中还有一个小将种。太子令，古之师道，莫难言师。天子之师，尤为甚之。文，曹国公世子景龙，文武兼资。晋，大内诸皇孙学业偏执，特命李景龙入宫，教育皇孙，盼尔正色善言，恪尽硕职。臣李景龙接令，谢太子殿下。那边，那边，表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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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雄鹰，表哥，表哥，北边的仗打得怎么样了？北边的仗啊，打得可精彩了。想听的话，回头表哥慢慢跟你说。现在就说嘛。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参见铁大人。今儿个都听你的。大人请。卢家幺妹，是朱家妹子呀！快来，快来！哎，来了。老妹，哎，
卢家幺妹怎么了？幺妹，你快回来！还能怎么啦？有心事呗。快回来！你说这幺妹和张武本来好好的，要说这张武也是，本来要升百户了，却让人给顶了。又说梦话，百户是你说说就能做的？张武要做了百户，这婚事啊可就没这么多波折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年前呐，皇帝老子那些勋贵圈田占地，卢家老爹气不过，还要去应天告御状呢。可不曾想，竟折在半路了。哎，那跟幺妹和张武何事啊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看上张武的是卢家老爹，如今卢家是老大做了长辈，那能给咱们现在田地清还，卢家老大就是想用幺妹换几亩肥田。虽说是幺妹有情，张武有意，这就叫棒打鸳鸯。可怜呐！陈一九，在，清还西陇2亩肥田。谢大人。张百六，在，清还东陇4亩1分减田铁搭2缝。谢大人。邱长武，在，代理里长，楼车耕犁悉数点清，辅耕的黄牛莫要挑选啊。草民谢大人。诸死了。在，拿着单据，带着他们去领东西。是。草民谢大人。陛下有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尔等去了凤阳，将那勋贵霸占的田亩，一一拨还百姓；寻不到原主的，交给那移民屯垦；若还有余，就拨给朕的军士。勋贵们欠的税，都着他们补足了，拿来给朕家乡的百姓。凤阳的钱粮，豁免3年，布告中外，闲时语文。臣等领旨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400里加急，送京师。是。哎，还没来得及问你，这个锦衣卫当得怎么样？回殿下，非常之事用非常之法，锦衣卫之胜，绝非正途。哼哼哼，好啊，打着各种旗号，在暗地里置产业，还有养娈童的。若不是设了这个锦衣卫，朕还真没想到，朕的这些大臣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，哼。竟还搞出了这么多的花样来。父皇，非常之时可用非常之法。可这个锦衣卫，即便是父皇将来不裁撤，儿臣迟早会把它撤掉的。朝廷自有朝廷的理智，天下也自有天下的法度。小子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这话你留着吧。父皇，永嘉。
家好，出两族父子，敢私通阔阔。来，这是天德还有你表哥给镇城上来的密报。还说锦衣卫无用吗？看看吧，这就是朕的功臣。北县军粮一事，中书省已议了这么久，还没商量出个法子来吗？殿下，臣有一策，方可能解燃眉之急。就是用盐换粮食，让商人们把粮食运到天德那儿，拿粮食换盐引，再回来换盐。听上去倒是个法子。是个好法子不假，可要是用了这个法子，朝廷这几年的盐税就指望不上了。你说今后难免有个天灾啊，有个病祸，朝廷该怎么办？就用这个法子吧。你想想啊，人家的孩子在边塞，为了老朱家的江山，拎着脑袋拼杀，老朱家万万没有让人饿肚子的道理。来人，在。宣太子。乡亲们，皇上有旨，新开中法，拿盐换粮了。乡亲们，皇上有旨，新开中法，拿盐换粮了。皇上有旨，新开中法，拿盐换粮喽。我的粮，拦住！夫人小心！让开！把我拦住！这个人可真厉害！听你这意思，凤阳是没法开中了。凤阳离北疆太远了，运河淤塞，水路走不了，走路损耗又太高，得不偿失。再说了，这凤阳的粮食大多都是军屯，陛下旨意里说得很明白，军屯的粮食绝对不得开中。朝廷的岁数，光是两淮的盐税就占了20%。若是开中了，朝廷可是少了一大块进项。开中本身就是利弊共存，朝廷只要权衡得失即可。那你说说，通过开中，朝廷能得到什么？边疆静宁。哦，殿下，朝廷为何要开中？一句话，北县缺粮。这开中之后，北县我军补给充足，以魏国公之能，诚敢断言，不消1年，必得大捷。
好啊。哎，没想到你现在也精通识货之术。殿下，臣若是有这般本事，也用不着踢成秃子，从开封城里逃出来了。这都是听我师傅说的，臣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。你师傅？嗯。哎，这和尚也跑这儿来了。啊。这个老和尚不好好念经。殿下若是有空，不如好好想一想，怎么照拂好自己的下属。下属？我的？我今天在市集上见到了张武。张武？那小子？他在低声下气的求人买他的粮食。殿下素来喜读兵书，吴起水用的典故，就不用切再说了吧。哟，这不是咱百户大人吗？有何贵干呢？听说你在街上单臂拦金马，我想见识见识。